超强机甲用来抓黑客，华丽登场，最终换来潦草结局。乐园追放 Expelled from Paradise 设定和剧情解说。Arhan 阿罗汉是电脑世界 Deva 所装备的其中一款外骨骼武装人形机动兵器。该型机动兵器的使用对象为 Deva 保安局。从机构的名字上可以看出 ，Arhan 应该属于警用装备，而非军队用的作战兵器。但实际上，自身携带的武装在火力上并不比军队用的装备逊色。多架 Arhan 组成的部队所发挥出的战斗力，甚至要比作战人员组成的军队要强出不少。之所以给保安局这样一个机构配备如此强大的武器装备，就在于 Deva 对全人类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存在。自从人类社会因纳米失控爆发了巨大危机之后，让整座地球从此沦为了一片废土环境。为了让人类文明能够进行延续，绝大部分人都将自己的思维进行了数据化，然后移居到位于拉格朗日一点位置的电脑世界 Deva 上，从此舍弃掉了肉体，在电脑世界 Deva 里以数据这一形式进行生活。于是数据化后的人类摆脱了肉体上所带来的束缚，从此不再受饥饿和疾病等生理上所带来的困扰，并且更多来自精神上的需要在 Deva 世界里得到了满足。虽然电脑世界 Deva 的成功建造让人类摆脱掉了纳米失控所带来的巨大危机，但是在地球上还约有 2% 的人口还没有被数据化，这就意味着这部分人处于 Deva 可控的风险范围之外，一旦这里面出现不法分子，将有可能会危害到 Deva 的安全。为此设置了保安局这一机构，由保安局的特工人员来负责保障 Deva 的安全。一旦出现黑客通过不正当的连接进入到 Deva 进行破坏，保安局就会采取相应措施来保障 Deva 的运作，及时排除隐患，防止入侵事件再次发生。同时，保安局相关特工人员也会采取行动，通过连接线路来查找出黑客的下落。当找出黑客相关的信息了以后， Deva 便会派遣保安局特工人员返回到现实世界，然后特工人员就会将自己的数据转移到有机素体上，而这个有机素体与人类的肉体基本没有什么差别，能让保安局特工在现实世界里正常活动。由于现实世界里仍存在各种风险，所以保安局特工会携带各种装备来方便执行任务，而这架 Arhan 便是保安局特工常用的装备之一。其最大特点就是具备了可变形的能力， Arhan 蜷缩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圆球的形状，这样就可以缩小自身体积，方便收纳存放，而且圆球形态也方便使用载具进行运输。只要结构相对简单的货运飞船就能搭载 Arhan 空降地球，在设置好目标区域相关参数后就能直接发送，降落方式跟以往的宇宙飞船相同，在突入大气层后短时间内就能抵达地面。接着在飞船将外层完成展开了以后，同行的保安局特工人员会率先出舱来打开货舱，于是处于圆球形态的 Arhan 就会自己滚动到地面，并且在落地时还会自动做出姿态调整，在完成正确的朝向进行归位后，就会打开驾驶舱进入待机状态。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Arhan 的驾驶方式采用的是像骑摩托车那样的骑乘方式，这与常见的驾驶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别，但配套的操作系统和传感器性能十分强大，并且在这基础上使用了全周天的显示设置，这就让驾驶员在密封的驾驶舱内获得了最优的视野和态势感知能力。而在动力方面，在 Arhan 的后背安装了4组推进器，这4组推进器所提供的推力很强，能够让 Arhan 在地球上具备飞行的能力，而且无需机翼结构来为自身提供升力，仅靠推进器的推力就能支持 Arhan 在大气层中进行巡航飞行。同时为了提高机动性能，在 Arhan 上装备的是矢量推进器，这样就可以自由控制喷口的朝向来改变机体的机动方向，从而提升 Arhan 在复杂环境中的战斗能力。其所表现出的灵活性不再是钢铁机械那样笨重缓慢，甚至足以比肩拥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战斗机。除了机动性能十分突出之外，给 Arhan 配备的武装也十分强大，其中在2个手臂里就带有小型光束炮。当 Arhan 进入到战斗状态的时候，这个内置在手臂里的光束炮就会展开露出，攻击威力上虽然不算特别突出，但是射速很高，2只手臂的光束炮交替射击可以达到机枪的程度，并且在 Arhan 上还配有强大的火控系统辅助射击，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多个目标锁定进行精确射击。整个射击的过程自动化程度很高，无需驾驶员操作就能将所有锁定的目标全部消灭。由此可见 Arhan 的战斗力是十分的强大，基本上依靠内置的这2门光束炮就足够应对地面上大部分潜在威胁。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2门光束炮的弹药能量有限，必要时 Arhan 可以徒手进行战斗，
其2个坚硬无比的手臂就能给予对方重大打击，而且进攻时连续动作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就像训练有素的人一样，十分的丝滑。如果要进行烈度更高的战斗，Arhan可以增加携带来进一步提升战斗力。为此，在右手配备了一把步枪样式的机枪，与手臂内置的武器有所不同。这把武器属于实弹装备，其在威力和射速上的表现同样十分出色，能够对敌发挥出火力压制作用。所使用的子弹贯穿能力很强，一般掩体很难抵挡这个武器的火力输出，包括 Arhan 身上使用的装甲都能直接打烂。而且除了机枪之外，给 Arhan 使用的还有导弹发射装置这个选用装备，其导弹的尺寸较小，使得威力较为有限，一般在多架 Arhan 协同作战时用来发挥火力支援作用。而在近战方面的武装，给 Arhan 准备了融合实体剑的弓盾装备，当要敌方展开接近战的时候，这个装备就会露出实体剑这个部分，然后通过自身动力强劲的优势与敌方展开近战。特别是这把实体剑极其锋利，即使对手的装备带有装甲提供防护，也能直接切开，造成巨大伤害。而在增加武器携带、提升战斗力这一方式之外，Arhan 还能将探测到有威胁的目标，及时反馈给驾驶员做出应对，进行反制。更重要的是，Arhan 可通过数据链与 Deva 进行连接，能从 Deva 那里获取各方面的情报信息，这样 Arhan 的战斗效能就可以得到提升。这对于指挥多架 Arhan 进行协同战斗极为有利。不过与 Deva 的连接也容易被反制，遭到干扰。只要释放干扰弹产生的特殊烟幕，就能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阻断 Arhan 与 Deva 的连接。倘若 Deva 的防御被黑客攻破，那所有连接 Arhan 的情报信息反而会被对方利用，这样无论有多少 Arhan 都会被针对各个击破。不过 Deva 终究是由全球力量打造而成，要想突破 Deva 的安全体系并不容易。然而当时间来到公元2400年时，由3名高官掌管的电脑世界 Deva 遭到了一名黑客的挑战，而这个黑客的名字为 Frontier Setter， 是一个产生了自我意识的 AI， 也就是说这个 AI 的演化已经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如果从入侵 Deva 已经有184次的这一记录来看，可以确定 Frontier Setter 的水平已经超出了 Deva。 尽管每次入侵只是为了宣传地外探索计划，并未对 Deva 有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但如此频繁越过 Deva 的安全体系进行宣传，其行为已经对 Deva 构成巨大威胁。于是3位掌管 Deva 的高官便做出决定，派遣1名保安局特工前往地面消除威胁，而这名特工人员便是安吉拉·巴尔扎克。为了及早前往地面执行任务，安吉拉有意缩短了有机素体的培养时间，最终以16岁状态的有机素体驾驶性能强大的 Arhan 来执行此次任务。然而他此次任务的搭档丁格一出现就做出了令他感到意外的事情。为了防止黑客 Frontier Setter 利用 Deva 知道他们的行踪，丁格直接拿出枪就破坏了 Arhan 背后的天线组件。这一举动令安吉拉吃惊不已，但考虑到 Frontier Setter 具有超越 Deva 的能力水平，很快就接受丁格的建议，放弃在此次任务中使用 Arhan。 于是此次任务在寻找 Frontier Setter 的过程中，性能强大的外骨骼机动兵器 Arhan 结果没有发挥出什么作用，就被丁格当成了废铁直接卖掉，仅仅是为了不被 Frontier Setter 发现。就这样让安吉拉白白损失掉一架性能强大的 Arhan， 实在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震惊不已。